大家好，我是金阳。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到我们的这套模具里面，我们的这个顶出方面的一个设计。那么我们这套模具里面，可能这个顶出相对来说就会麻烦一点因为我们这里面它有很多的这种骨位骨位这个旁边呢又没有太多能够放顶子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这里面我们的顶出的话，可能就得去做到我们的这个扁顶。那么特别是中间这一段可能我们边上这些地方还好，边上这些地方呢，我们去放顶的话，要么我们可以放这个面，那么其实我们这里面去放顶的话，可能我们可以直接放到这个圆柱上面，这个平面上面，那么这个顶出的效果可能会好一些。那么我们这里面我们就开始来放我们这个顶针。那么可能我们前面去放的话，你就放这个扁顶的时候我们就得要去注意这个扁顶这里面我们前面有说到过，那么这个扁顶这里面你去放置的话你放到我们的这个边上什么的，那么这里面它就是一个圆孔。圆孔这里面这个顶出可能就不好放，我们就稍微把这个顶针呢可以给它做大一点点，做大一点。那么我们这里面去放的话，我们在能找到位置，比如说我们这一段我们可以先从平面这里面来放。那么这里去放的话，你可以首先我们先满足把这个顶出呢放到我们的这个上面，放到我们这个圆的这个平面这里面来。放完之后，可能我们这个相间什么的到时候我们要去改，我们需要把这里切一个平面，不然的话我们这个顶针这里做完之后，这里面呢这个产品这个位置这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个尖角薄片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可能要把这里面也切平切平刚好来放我们这个扁顶。我们就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先去放一只，放一只之后呢，我们这里面可以去做一个小小的这个调整。那么至于这里面这个顶针这个边缘这里面，我们放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的给它做一些简单的一个布置一个调整放到这里，我们这里看这个地方到时候一切掉之后，这里边就会有薄片。那么有薄片怎么办？有薄片这里面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顶针稍微的我们把它给调整一下，我们可以往这边来移一下，可以给它往这边往这个上面这里面移个一点点。那么这里面我们是尽量是整数，但是整数不了我们就一位小数你别去放顶的时候我们别做两位小数就行。好，这个平面上面，那刚好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相间这里面切一个平的，那我们就这样子可以给它放一只这样子去给它顶到这边这个位置来顶一只。顶一只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对面这边肯定也要来一只，这边来一只的话，你可能这就放到这里面就不太行。那这个顶针怎么搞？我们得这样子去放。那么这个顶针这里面呢，我们就需要往这个方向把这个顶针呢顶到这个里面的这个碰穿位上面来了你就不能放到这个交位上面了，我们可能就只能大概往这边顶到这个上面，我们可以多顶出去一点点我们就顶到这个骨位上面多顶一点点直接整到这个上面来，你别超出这个骨位这里就行了。那我们这两边没超出来，这里面我们就是在相间上面骨位上面我们都是有这个东西的这里面我们刚才应该点一个复制这里面我们给它来一只之后呢，我们可能这两个方向也要来怎么搞？我们就直接可以给它来一个旋转这里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能你就没办法去整到我们的这个整数了这个扁顶这里面，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是这样子来做。这样子来做的话，那么我们这边可能可以把它给移出去这里面我们就让它顶到这个交位上面来，这里面我们就不顶到这边，像我们这边一样顶到这个上面来，顶到这上面来之后，到时候我们也一样从这边这里把它给切掉。那么我们这一只呢，我们就可以试一下以这边给它镜像出去。这个顶针扁顶可能就跟我们普通的这里面去做到的这里面好像不应该是镜像，我们这里面应该是要移动它就跟普通的这个顶针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我们普通的这个扁顶针这里面我们可能就不是这样子的。OK， 在这个平面，那么这里面我们可能还得要移出去一点点这里移多了大概这里这个地方可能我们就得要去整到我们的这个两位小数的过来了那大概就在这个位置了这里面我们就保证这个地方我们这里到时候
相间上面做完之后，我们这个相间修一下，我们这个孔的话，我们就给它这里加4支，啊，这里应该顶出就差不多了。那接下来我们啊，这个顶针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的这一个呢，那么我们这个方式啊，跟它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话，我们这里面我们就不去这样子调了，我们就直接啊可以选择，我就给它选择这样子去移吧，就用相同大小的这个针啊，这个顶针，那么我们这里移过来之后呢，我们这里自己去把这个位置给它调进来。这里边我们去顶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它顶到这个上面来，我们这里就直接这样子去下。大概这个位置可以，那就直接这里来，我们把这个呢再移过来，这个顶出。这里面其实最难顶出的地方就是在我们中间这个位置，啊，中间这些圆孔的这个骨位的这个方向，它是顶出我们是最担心这里面这个骨位啊，它本来就薄，对不对？到时候这里面怕什么呢？怕它顶出的时候这里面顶不了，那么我们这里再来一个旋转。OK， 那这里边我们就直接啊就这样子去顶就行了啊。这里面是我们下的这个顶针。那我们这里做我们这边这一支呢，也是同样的这个原理。那么这一支我们也用相同的方法啊，把它给移个过来。我们先移这里面移过来，移过来之后我们再来调整它。这里面这个我们就可以直接做到相间里面。具体的啊，这里面顶多少，我们可以啊先给它往这边来移。OK， 来个移动，移动完之后呢，我们再以这个地方把它给啊这4个孔这里面我们把它给装上，啊给它镜像过来。其实这一条我们可以把它给啊稍微的啊顶到这外面来，等一下我们把它给做完了之后，我们再来改，我们再把这边移动一下，旋转一个。OK， 那这里面这一只啊，它一半在这边，一半在啊我们的这一个位置，对不对？那这一只呢，我们肯定这里也只能做到里面，这边呢，我们就这样子啊，一般有点碰穿了就碰穿了啊，我们这边也就不给它做出来了，做出来的话呢，可能这个位置又得可能要移动一下它，那我们就大概就在这个位置上面来了，把这一只给它镜像出来。啊，镜像之后呢，我们这里移过去。移太多了。0.3 OK， 然后0.3这里面好像就有薄片啊，这个位置有薄片的话，好像我们这个地方有点啊，相间上面拆的不是特别的啊，没有拆到太多的这个地方啊，但是我们这里面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啊？这里面有一个间隙跟这个顶针这里面，那这里面我们再给它稍微的移进去一个-0.1。这里面也切不到这个薄片，也切不到这个面上面来，那这里怎么办？那我们就反过来之后呢，把这里这一个顶针，那么我们还是就按照我们啊前面的这种方式吧，把这个顶针呢，我们再给它移一个2位小数的，刚好在这个面上面，但是这里面搁不了啊，那算了，我们这里面还是把它给返回去吧，我们就直接还是在这个里面来顶，还是顶这个里面好一点，不然的话我们这里面我们可以啊，其实像这种的话，我们可以去改一下，啊，去改一下，把这个相间把它给加大一点啊，这里边就可以做到外面来，但是把这个相间加大了之后，到时候这里面可能就不是特别好的这个平面了，像这种圆形的，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啊。没办法的话，我们就只能啊，一般在我们的相间上面，一般在我们这个模特上面了。那我们正常的，我们去做我们的这个扁顶的话，像我们啊常用的，像我们一些直的骨位的话，我们的这个顶针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顶针的话，我们最好是别做成这样子的。你别啊，一半在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骨位上一半在镶嵌一半在磨人，这样子的话我们是到时候加工什么的不是特别的方便。我们一般我们做这个扁顶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这条直骨位，那么你这边做了镶嵌，那么这个镶嵌可能我们就说这个边上，或者是你镶嵌做到这边来，要么你的扁顶呢全部的这个在镶嵌上面，要不就是扁顶全部在我们的磨人上面。那么这样子的好处就是我们到时候加工它比较好加工。如果像我们这个扁顶的话，看公司里面的要求，很多公司里面都是直接像这种一个骨位，这里面的扁顶呢就是镶到这边来，把这个骨位多的都做到镶嵌上面。那么到时候我们这个扁顶呢就刚好从这里面去顶这个骨位，就从这里进来，它就全部的这个槽在镶嵌上面，在这个镶嵌上面呢，它既可以去磨团磨，那也可以直接现个割，那这种加工方式就好一点。像我们这种就没办法，这种的话，如果你全部一半在镶嵌，一半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磨人上，那么我们这个加工的话，可能就要把镶嵌全部配好，配到磨人上面之后，那么再到磨人上面整个把这个镶嵌磨人装在一起，去现割我们这个顶针孔。这里面我们这个就是没办法了。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只能这样子，这里面我们这个就不下了，这里面有2只斜顶，对不对？那这里面我们这个我们就可以不用去下它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条骨位，这条骨位的话，我们这个镶嵌，那么也是同样的这种方式在这里面我们也需要去做。那这个镶嵌呢，你可以我们就直接可以整到这里来，是吧？直接整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同样给它加宽点，我们尽量把这个骨位这边我们做到这里来。那么接着呢你可以直接我们这里面直接这样子来个应用。那么这2只镶针做了之后呢，我们这里镶针这个镶嵌做了之后，你这个镶嵌这个上面肯定我们也需要，我们每个骨位上面可能我们都需要。那么这里面你可以去量一下这个角度，量一下角度之后呢，我们直接与这个圆心这里面去旋转这里面这个地方到这里面的这个角度60度，那我们直接可以选择一个旋转它指定点，那么这个角度呢我们就60度，那么复制点一个 Z 轴一个再来一个 OK， 那这一个就行了。那我们接着再选择这里这一个再往其实我们刚才应该算了，这2个到时候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全部以这一个边这里去旋转吧。OK，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针的背头这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的弄一点点。那像我们这个针的话，我们一般我们这个上面有这个形状的我们这个扁顶的话，那么我们都是到时候要去给它做一个定位的做一个定位槽，这里面我们就出来了。接下来那么我们再来做呢，那就是我们这个磨人上面我们这个其实做了这么多那么我们这里面你做不做丝铜可能问题都不大，但是我们这里面留出这个位置，我们还是给它这里选择做丝铜。那这个丝铜的话在这里面就有点不太一样这里面按正常道理来说，我们的丝铜针是要包住这个 C 角，但是这里面你包住 C 角这里太小了，这里面才2点这里面看这个半径 1.36， 那么 1.36 就是 2.7 几，2.7 几的话，那么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就要选择3个毫米的，我们选标准的针嘛，对不对？那就是3个毫米的，3个毫米。那你再看这个外径这里面呢，外径这里面只有4，那么我们这个丝铜针稍微有点薄，那这里像这种的话，我们怎么搞？我们这里面我们去做这个丝铜针的话，我们就直接可以选择一个让这个针呢就不要把整个 C 角包住了，到时候丝铜针上面留一点 C 角，到时候顶出之后呢，可能这个丝铜针上面稍微的有一点点。像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模具里面我们可以这么做。那么其实你在前期你在做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做一个什么处理呢？那你可以选择让它让客户能不能把这个2角改小一点这个 C 角改小一点，我们中间内针我们就不用那么大，那么这里面我们就直接用个3这个是丝铜，我们这里面我们就直接内针4的，我们这个外针是4，内针是 2.5 的，我们就只能用一个这样子大小的，把这个 C 角留一点点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丝铜上面，我们这里就是让这个针让这个丝铜的这个壁厚稍微的厚一点点。那么这一支呢，我们再来量一下，这一支的话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把这个也弄一下，这个外针好像也是4外针是4，内针这里面呢，这里面就你看这里面就是1.67的话，我们就要做到多少了？做到3个毫米那么我们也整个 2.5 了吧也给它改成像我们这个一样做个 2.5 的试一下。2.5 的话，但是这个 C 角这里面可能就小一些C 角就在丝铜上面留的多一些了，这里面2.5应该也行，就直接我们就全部选择一样大的差不多这里面，但是我们的丝铜上面就留的多一点点。
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只能这样子去操作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这个丝铜这里面我们也调出来了，那接着我们再来调我们这个顶针，其他的我们可以先暂时的不去管它。那么你把这些丝铜针这里面做完之后，我们再来调我们这上面的，这上面的这些针呢，我们就直接可以选择圆的顶针就行了。那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小啊，这里面这个我们如果直接放到这个平台上面的话，那么我们就直接以这里面来，你看这个8个毫米稍微的有点大了，我们这里面就7个毫米直接给它放一个7个毫米的就行这里面它这个好像没有7.5有7.5的话你可以放一个7.5的至于它这个里面的话，他说它这个标准里面它是验秀里面这里面没有7.5，但是我们买针的话，我们应该也是能够买到7.5的这个直径的这个针的这里面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就给它7个毫米的7个毫米了，我们就直接放这个上面来，这个上面给它放一个我们这个稍微往外面放一点点，因为这里面离这个地方你别太近我们这个针的话，你离这个骨位你还是最好保持有一个0.5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就比较 OK。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给它来一个这个上面，这个上面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到8的了？这里可以给它整到8的。那能做大一点我们就做大一点你做小一点了，你做不了那么大的话，我们就直接给它整小一点的就行了。那我们这个就比较好去好去解决这个问题这里面这个太大了，这里面我们给它变小5个毫米的有点大，我们这个边上我们肯定是要去放这个顶针的这一只可能我们放不到这里，它上面有这个形状，那这里面不太好的话，我们这里面我们就直接往这个地方来放，给它放到边上这个角落这里面我们肯定是要有顶针的像我们这个位置这个地方，那么这里面我们能做大一点的我们就给它加大，这里面我们给它来一只，是不是？这里面有这个顶针，那么我们这个里面肯定这个位置给它来一只我们这个柱子的话也得要注意一下，这里面你可以先暂时的选择可以不放，我们在边上我们去放这个放这个圆顶针能放得下我们就放圆顶针，如果实在是这个圆顶针4模顶不出，那么这个上面我们也得要去放这个扁顶，也得向这边去放这个圆顶，但是这里面这个骨位这几条骨位它不是特别高，我们这里放这个在边上去放这个圆顶针应该是能够满足把它给顶出来，这边这些扁顶都可以带动我们这边的这个骨位的，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我们就先暂时不去放。那我这里面这个上面呢，我也给它放一只这个上面也放一只。其实放到我们的这个平面上面，我们这个顶针会跟前模去碰非必要的情况下面，我们最好是别去我们这里面再给它放一只，我们就给它多放一点这个顶针了。那么这里面这个平台上面也给它放一只吧，这个平台上面也放一只。非必要的情况下面，我们就别去做这个顶针去跟前模去碰的这种情况你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顶针这个高度到时候顶针板下面这个高度你整不好的话，那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会出现到时候你这个模具这个顶出这里面这个碰穿的这个位置容易跑披风，因为你的顶针它不像我们的箱针是固定在磨纹上面，这个顶针呢它不是固定在磨纹上面的。我们这里面呢好像这个是几个毫米的，6个毫米的，那么我们这里对面这边呢我们也给它来一只，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同样加一只不对，那么我们还要担心这里面会不会顶出有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到这个地方来？我们这个顶针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它放一只，那么这里面也给它放一只我们这两个到时候可以两边形状一样，我们可以选择给它来一个镜像的，对不对？那我们就先点一个确定，点一个确定，那么在于我们这个坐标这里面，我们可以把这2支针做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镜像，复制过来这里面是我们的这个顶针，这个顶针我们可能是有稍微的比我们其他的这个顶针看起来要多一点，因为它这个产品里面这个形状的这个限制的话，可能稍微的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这里这个地方加不加得了这里应该也能加得了，我们把这个也镜像过去，这只就不一样，这个形状跟这边不一样，我们就直接这样子把这边的这一排给它镜像过去。那么这一只好像就用不上，这一只有我们的这个骨位骨位这地方，那我们这里就不用，我们这里面有一只扁顶针，对不对？这里有一只方顶针，那这里面这里也有一只扁顶针，那问题就不大。那大概我们这个顶针就这样子去下这里有2只斜顶，这个顶针就比较多你看这么小的产品，我们下了这么多顶针，那么其实这里面就是因为
它的顶出的这些股位什么的啊不太一样，所以说导致了我们这个顶出啊，我们啊需要下到这么多的这个顶针。如果一般是平面的啊这个模具里面，我们的这个顶针是啊用不了那么多的。那么放完这个顶针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对这个顶针进行一个处理。首先第一个你要去处理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丝铜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啊，我们这中间这一只我们就做不了丝铜了啊，因为你这个模具中心这里面我们这个 KO 孔是取消不了的，这一只丝铜我们就干掉它了。这只丝铜呢，我们就让它改成我们的这个香针了啊，做不了丝铜这个地方在我们的这个 KO 孔的正中心。像我们这种做不了丝铜的话，我们这里面我们就考虑我们就直接是啊香针了。因为你的丝铜啊，我们的丝铜针的话是要固定到哪里去？你要固定到我们的这个啊，这里面我们来一个丝铜针的话，你是需要去固定到哪里去的啊？要固定到我们的这个顶针底板。那么底板这里面你做了这个 KO 孔，那么跟这里面整通了，那这里就不行了。我们这个啊就只能给它改成香针了。你看这里面我们中间有个 KO 孔，对不对？这两个可以，这两个可以的话，我们这个丝铜针，那么去修剪之前呢，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去把内针固定。那么固定内针可以用板，你可以用无头螺丝啊，具体的看你公司里面的这个要求啊，你公司里面喜欢用什么方式的，那你就用什么方式。有的公司里面喜欢用板，有的公司喜欢用无头螺丝。那么有的公司呢就觉得无头螺丝这个啊拧到上面之后它容易滑，容易退了之后这个顶针就会往下面掉，但是这个高度就不同啊，这个是每个公司的这个对它的要求的情况不一样啊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个呢啊不纠结啊，你们以后在公司里面，公司是怎么要求的，就跟着公司的要求走啊，不要去啊觉得自己啊要怎么去做就啊你就怎么去做了，你别拿自己的这个习惯去跟公司里面的习惯去衡量啊，这个都是要以公司里面的标准为准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修剪，修剪的话，我们这里面顶出这里面你给它设置一下，我们这个顶出是30嘛，对不对？顶出30，那接下来我们要去选什么呢？我们要去选择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磨人啊，以及我们这个相间。因为我们这个顶针在相间里面也有，所以说我们这里面啊得要把这个相间这里面给它选上，选上我们这个相间之后呢，我们这里再点一个确定啊，它可以修剪啊。这里面你看这个应该是这个外挂啊出了什么问题啊，它不给修剪，有很多啊不给去剪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位置导致了它不给我们去修剪。那么不给我们去修剪的话，这个就比较麻烦啊。这个步骤这里面啊，如果你出现这种问题的话，这个就相对来说会麻烦一些啊。那你可以选择自己去这里面我们就直接选择这个磨人。选择这个磨人之后呢，那么你就别去选那么多的这个相间了，它可能去修剪就只能修剪到这个我们磨人的这里面的这个部分。那么你这里面你同样设置一个50、30，你可以试一下看是不是这个磨人的问题。这个如果没问题的话，到时候你这个扁顶可能我们到时候就手动自己要去处理了手动自己要去处理。你看这里面还是12只没修剪成功可能是丝铜针没与模板相交什么的这里面这个地方，那证明我们这里面去修剪，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看来还是我们这个扁顶这里面的问题，其他的针它都帮我们修剪掉了其他这里面我们都已经全部修剪之后就是我们这个扁顶针没修剪到这里面我们这个是修剪到这个扁顶修剪到的，但是这个形状是不对劲的。那么这个不对劲的这个形状呢，我们这里面我们就自己得要去手动去把它给整上来这个扁顶我们就不管它了这里面我们就直接是这样子的。那其他没修剪到的这个地方呢你就自己手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如果做不到这个形状的话，我们这里面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手动去操作它了，对吧？那手动这里面怎么操作？那这里面我们就直接选择这里面球叉什么的，那或者是你再次的在我们这里面可以再次的去用到我们前面所用到的这个地方这里面这里应该是我们这个产品这里面的一个问题，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碎片，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把这个替换上来，那这里面是这样子的这个形状。这个形状呢，我们就可以全部的选择把这里面替换到我们这个面上面来，到时候我们用产品跟它去修剪一下就行就是我们这几只嘛，对不对这边呢都好像都已经是剪掉了，这边都已经帮我们剪掉了，剪掉之后呢，只是这个形状有点不尽人意，那么我们这里面要把它给
替上来。只是这个是它的这个形状这里面的一个麻烦，所以说各位这里面在做的时候，可能你做一些不是这种圆形的这样子的这个骨位的时候，我们方形的这个骨位的时候，这个就很好办没有这个想的那么恐怖。那这里面我们把它给整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磨人跟我们相间上面的这个顶针的这个大小，我们可以先给它球擦一下。球擦完之后呢，我们再拿这个产品跟这个顶出这里面去剪出这个形状来就 OK 了。OK， 我们这里面我们就求个叉就移除一下参数，还找不到这个，我们这里面去参要把这两个零件跟这两个零件有干涉的处理一下。这里面我们这个出来了，再把这个呢，到时候我们就直接以这里面取个叉。OK， 那这里面我们这个就完成了。这里面我们这个刚才没有去点的这个球叉的。这里面这个要给它整上来。好了，点到多的面了，这里面要上来，我们先把这个上面的这个形状把它给整出来先。这里面我们这个就好了。这只顶针我们这里面我们这个就修剪成这个样子了。这里面再把我们的这个上面的取个叉。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前模的前模这里面跟它是碰穿的这个形状的，我们再把这个顶针跟前模这里面取个叉。如果这里面你可以直接修剪的话，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么麻烦这个就没有这么麻烦。这个看起来就稍微来说比较麻烦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外挂没给我们整好的话，我们这里面我们就需要自己手动来对这个顶针这里面做一个处理了。这里面我们这个扁顶就是处理成这个样子。那接下来我们这边的这个扁顶呢也是一样，把这个放过来，求个叉。这里面好像我们都是求过了求过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顶针跟这个产品这里面求个叉。因为要做出这个骨位的这个形状我们产品的这个骨位形状在这里面。OK， 再把这个前模这里放过来，我们这一只要跟前模这里面求掉。那这里面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顶针这里就修剪好了。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顶针这边的这个顶针好像没啥问题，只是这一个顶针我们要整上来。大概是在这个位置。这只我们是整到这个上面来的，对不对？那这边呢？取个叉，行了，再跟我们的这个相间把这个相间上面这个形状求出来，那完成。这是我们这里面的这个顶出。那接下来我们这边这一个呢，这个就很好办这个可以应该是外挂，我们可以直接修剪得到的。30，那么选择我们这个相间直接来个应用。OK，
这一只不给我们去求啊，要我们自己手动来处理。那我们看一下啊，有相交相切的这种情况了啊，应该是这个边上，这个边上这里，边上这里面我们这里切的这个地方，它为什么不给我们去切呢？啊，原因就是应该是我们这个边上切了一点点。取个叉，那可以了。那我们这里面直接就完成啊，把这个边偏一点点，它应该是我们刚好这个边跟这个边沿这里相切啊。我们模具里面相交相切的啊，都是不给我们去处理啊，做不了的。那我们这里面这个顶出，我们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不知道各位对这个顶出这里面这个有没有什么啊？没看懂的有没有什么疑问的这个地方？那么这里面啊，他们好像没干涉，干涉的你就在斜顶座上面把这个切掉。那我们这里面呢，好像也碰不到这个导向块啊。这边这一只啊要碰这个导向块，这只要碰导向块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导向块这里面这一个孔啊，把这个孔这里面给它干掉啊，这里面，不然的话，到时候你这个顶针这里面装不了模。啊，这是我们一些在你在设计的时候，我们这些细节你一定要去注意啊。这里面你这个顶这个块上面跟这个干涉的就要有啊，这个好像没有，那我们这个就不管它。其他的我们这里面我们都啊基本上整好了，只是我们这里面这一个好像这边的这几只顶针跟我们的这个顶针板上啊，跟我们的模胚上面这里面有点不太对称啊，不对称，那么没关系啊，我们这里面这边有，那么你可以把这两个啊，把我们这几只顶针。背头没有加长的，你看这几只是我们手动刚才去处理的这些针，是不是这个手动去处理的这个针？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顶杆的这个位置你没有加长，没加长的话那怎么办？没加长我们这里面就自己把它给手动这里加上去啊，大概在这个位置是吧？我们给它整到45上来。啊，这里面我们就啊不能像它这个啊修剪，这里面是我们外挂修剪的时候自动给我们这里导的这个平面，这里面我们就不导，那么做到跟这个一样平的就行了啊。这个顶子也是一样大的，差不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把这个后膜这边我们的这个顶块的这里啊，我们这个孔啊要把它给做出来。那这个孔怎么做？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把我们的这里的这一个啊这里做一个这个孔出来干嘛呢？做一个球叉。做一个球叉之后呢，那么我们直接可以选择啊，这边你可以选择一个点到点的复制，那么把这里面我们模胚上面这里面我们刚才没有自动去修剪的这里这个假体给它做出来，做出来之后我们跟这上面去做一个球叉，我们的模胚上面啊这里就修剪好了，对吧？啊，这个都是啊有方法的，你做不了的你就手动去做啊，特别是有一些同学啊比较觉得这个思想这个老是吊死在一棵树上，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啊，我不管这个东西，反正这里面做不出来，我就一定得要用这个外挂去做。你别用这样子去搞，这样子去搞的话，就让你的这个操作的时间啊拉得越长，是不是？你操作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所以说在这里面你自己在做的时候就一定得要去注意这个问题。你像我们这边我们的磨人上面的这里面这个这个顶针的这个孔好像在我们这个上面这里面也没有，对不对？也没有，那么我们磨人这里面我们也是啊，你可以选择用同样的这个方式去把我们这里这个顶针这上面啊这里面扩大的这个孔啊，同样的用这种方式把它给做出来。那我们只是做到这一步，做完之后呢，我们这里面我们就先不说这个东西，我们先把这里面搞掉。那么这里面我们说了这个相间做完之后，我们这里面有的位置像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个地方。那么你这个相间这里面做到刚好在我们的这个里面有一个这个形状的话，我们这里你该去把它给切平的这个位置，你像这里面我们这个地方相间上面有这个形状有这个顶针的这个形状，就是我们只有这一个相间上面好像有，其他的都是顶针都在相间上面来了。那么你像这里面怎么办呢？这里面这个位置你就自己要去注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要么你就把这个相间这里面直接全部给它做平，那么把我们另外一边的这个东西做过来，或者是这里面你就直接选择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直接这里面来选择把这里面切掉，也就是我们相间这里面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做平这里面
那接下来再把这边这两个这个平面这个砍掉这个薄片的你不能修剪啊，不能把它给直接删掉了。这里面你要给它球插到哪里去呢？球合到我们的模人上面去，这里面直接切掉之后，这个东西就到模人上面去了。这里面我们相间这里面这个就是有一个平面啊，这里就是一个平面，就不是一个整圆的，圆的之后呢，这里面我们缺平了啊，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个顶针这里面啊，这里是一个平的，不然的话你到时候做完之后，这里面就不是一个平面来的啊，这个就麻烦。我们这里面就直接把这里面合在我们的这个直接合在我们的这个模人上面去，这里面我们才不会跑胶啊，才不会漏胶，对吧？只有这一个里面我们是这样子的啊，其他的这个地方我们这一相间的都是啊做在相间里面的这个人，就是我们啊模人上面这里有这个槽，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完成啊，好像还有这一个啊，这个不是，这个也是都在相间都在这个里面，那没问题了。那这就是我们这个顶出。那么顶出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模具我们后模这边我们就差不太多了啊，做的那就是我们后面还有运水螺丝啊，以及我们后模这个标准件。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下节课我们再来啊给大家分享到这一方面的这个知识点啊。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这个顶出这里面我们是花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多啊，但是这个也不算难啊，比较简单的一个操作。